这艘头顶一朵菊花，号称永不沉没的大和号战舰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级战列舰。它全长263米，宽38.9米，高51米，满载排水量72800吨。它的9门460毫米口径主炮，能够将重达1.5吨的炮弹发射到40公里开外，高达410毫米厚的装甲，让它拥有了无敌炮盾的称号。强悍的攻击力以及钢铁般的防御，让它成为了2战最强战舰。但大和号从正式服役到被美军击沉，一共只参加了2次真正意义上的战斗。这是因为它的装修过于豪华，日军一直把它当作指挥中心来使用。直到1942年6月4日，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56为了彻底摧毁美军的航空母舰，强行发动了中途岛战役，结果导致4艘主力航母被美军击沉，日本海军从此实力大减。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，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大和号也成了日本人民最后的希望。此时，日军正在紧锣密鼓地训练新兵，一名小鬼子不小心把炮弹掉在了地上，结果遭到了长官无情的毒打，木棍被打断后，长官还嫌不过瘾，于是又换了根铁棍。正是在这种严苛的训练环境之下，战前准备时间被缩短到了5分钟。很快，大和号便迎来了它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战斗。1944年10月20日，美军开始进攻菲律宾莱特湾的爪哇岛。为了消灭美军的登陆部队，日本派出了大和号以及40多艘战舰组成的联合舰队，前往莱特湾与美军展开决战。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由此拉开帷幕。这是日本举全国之力耗资1500亿日元打造的一艘号称永不沉没的超级战舰，但此刻美军正在向它发起攻击。发现敌机来袭，小鬼子立即调转炮口展开伏击。面对日军疯狂的火力输出，美军飞行员毫无畏惧，直接朝大和号发射了1枚鱼雷。虽然大和号的武器十分先进，并且威力巨大，但它的灵活性却大打折扣。再加上舰上小鬼子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进行实战，因此大和号很快便伤痕累累。战斗中，一名士兵被击中右眼，血流不止，队友立即将其送往医疗室，但医生却见死不救，因为伤员实在太多了，他们只救那些还能继续战斗的。在莱特湾海战中，日本联合舰队几乎全军覆没，包括武藏号在内的3艘战舰、4艘航空母舰、9艘巡洋舰、8艘驱逐舰以及6艘潜艇被美军击沉。大和号因为没有进入主战场，侥幸逃过一劫。在将阵亡的日军全部喂鱼后，大和号便回港进行维修。修复完成的大和号成了第2舰队的旗舰。1945年3月10日，美军战略轰炸机从塞班岛起飞，先后对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以及广岛进行了轰炸。由于指挥轰炸的美军指挥官是柯蒂斯·李梅，因此也被称为李梅烧烤。几天后，美军派出数千架轰炸机，开始对冲绳岛上的日军机场进行猛烈轰炸。冲绳岛是日本本土外最后一道防线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为了阻止盟军登陆冲绳岛，日本制定了天号作战计划，准备对美军实施自杀式攻击。1945年3月26日，美军开始夺取冲绳岛，以作为登陆日本的跳板。4月5日，联合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登上大和号，向第2舰队指挥官伊藤整一下达作战命令，要求大和号立即前往冲绳，对美军的舰船实施攻击，并且夺回冲绳。在没有一架战机护航以及只携带了单程燃料的情况下，所有人都知道此战必定有去无回，但他们却不得不去，因为大和号要充当1亿日岁计划的先锋。指挥官伊藤整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对所有士兵进行战前总动员。1945年4月6日，大和号正式向冲绳岛进发，可谁知他们刚出发，便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。没过多久，300多架密密麻麻的美军战机便向着大和号飞扑而来。1945年4月7日，美军出动386架战机，向大和号战列舰发起了进攻。发现敌机来袭，小鬼子立即展开伏击。看到一架美军战机被击落，小鬼子兴奋不已，但下一秒，飞行员便被水上飞机救起。这番操作直接把小鬼子看得目瞪口呆。与此同时，美军鱼雷轰炸机找准时机，向大和号的左舷发射了1枚鱼雷。指挥官立即下令左满舵全速前进，这才险之又险地逃过一劫。对付大和号，美军显然进行了仔细研究。他们首先集中火力攻击它的左舷，开战仅1个小时，大和号的左舷便被3枚鱼雷击中，导致舰体开始倾斜。与此同时，1枚重达450公斤的航空炸弹炸毁了大和号的排水管，导致其无法排水。为了让舰体保持平衡，指挥官下令向右舷舱室注水3000吨。但此时美军的攻击愈发猛烈，
一时间甲板上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但剩余的小鬼子并没有放弃抵抗，反而越战越勇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场战争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。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反抗都显得毫无意义。很快，大和号的左舷再次被2枚鱼雷击中，导致舰体严重倾斜，大口径高炮也无法使用。面对美军战机的持续进攻，大和号渐渐失去了抵抗能力。眼看大势已去，舰长只能下令弃舰逃走。随着主炮弹药库被引爆，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超级战舰终于沉入了冰冷的海底。舰上3000多名小鬼子，仅269人幸存。男人们的大河是2005年上映的一部日本电影，影片一经上映便引起了巨大争议。有人说这是一部反战电影，但也有人说这是一部美化战争的电影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